嘿，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我是老丁。今天呢，咱们来聊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，一个说不定能彻底颠覆你交易观念的东西，那就是纯粹的价格行为。我跟你说，很多做交易的朋友啊，都有这么个困惑，对吧？图表上恨不得把所有指标都给加上，什么 MACD、KTG、布林带，哎呦，看的是眼花缭乱。结果呢，账户一看还是亏的。那问题就来了。那些真正能稳定赚钱的大神们，他们到底在看什么呢？所以啊，今天这期内容，我们就跟着一位交易大师的思路一步步来看。首先，他的方法论到底是什么？然后，他眼里的市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？再来，咱们得学学他的生存法则。最后呢，看看咱们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。好，那咱们就正式开始。先来认识一下这位大神，还有他写的这本可以说是价格行为领域的圣经了。这位呢，就是阿尔布鲁克斯 L. Brooks， 他是个日内交易员，但他牛在哪儿呢？他宣称自己呀，完全不用任何指标，就只看价格图表本身。他所有的交易哲学和方法，就全写在这本《交易价格行为趋势》里头了。大家看，这些书的副标题特别有意思。他说，为认真的交易者准备的逐 K 线图表技术分析。哎，抓到重点了吗？逐 K 线，英文就是 bar by bar， 这三个字就把他那种一根一根 K 线去啃、去分析的极致精神给说透了。所以啊，咱们得先明确一点，这本书它可不是那种零基础入门的小白读，它是一本硬核的进阶指南，就是写给那些真正把交易当成一门手艺来钻研，想要做到极致的那些认真的交易者的。好，了解了这本书的定位，那我们再往深挖一挖，看看它的两大核心哲学。这两点可以说是它整个交易体系的基石。第一个核心理念听起来有点高大上，叫做价格行为是分形的。哎，别被这个词吓到，其实特别好理解。你想想看，一个西兰花，你掰下来一小块，是不是还像一颗小西兰花？市场也是这样，你在日线图上看到一个头肩顶，对吧？你再切到5分钟图甚至1分钟图去看，哎，你可能会发现一个缩小版的头肩顶。这就是分形，就是说市场的结构在不同时间级别上，它是不停地重复自己的。好，说完了分形，咱们来看第二个核心理念。这个观点我估计会让很多朋友大吃一惊，甚至觉得有点反直觉。他说，如果你是做日内交易的，那就把所有新闻都忘掉，他们就是噪音。为什么呢？凭什么让我忽略新闻？布鲁克斯的逻辑是这样的，他说，现在市场上，特别是日内交易，有差不多70%的交易量都不是人做的，是高频交易机构的电脑程序在跑。这些程序，他们可不关心什么财报好不好，非农数据是多少，他们只认算法和统计模型，在几毫秒之内完成一次买卖，赚取极其微小的价差。他们是在玩一个纯粹的数字游戏。所以你看，这就很清楚了。市场上其实同时在上演两场完全不同的游戏，一边是高频交易，他们拼的是速度和算力，玩的是统计；而另一边呢，就是我们这些价格行为交易者。我们玩什么？我们玩的是耐心和眼力，去识别这些程序化交易在图表上留下的脚印儿。我们根本不需要跟他们去拼速度，那是自讨苦吃，对吧？我们要做的是看懂他们的套路。好，既然我们不看新闻，只看图表上的形态，那问题又来了，我们到底要遵守什么样的规则，才能在这个游戏里活下来，并且赚到钱呢？这里，布鲁克斯提出了一个被称为交易者等式的东西，这可以说是所有盈利交易的核心。说白了就是在你下单之前，你得在心里算一笔账，这笔交易我做对了能赚多少，乘以我感觉能做对的概率，再跟我做错了会亏多少，乘以我可能做错的概率，比一比。只有当你觉得预期能赚的明显大于你可能亏的，这笔单子才值得你下手。从这个核心等式就引出了2条最基本的生存法则，非常简单，但极其重要。第一条，你的潜在回报必须要对得起你冒的风险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如果你的止损是10个点，那你的止盈目标最起码也得是10个点，不然这笔买卖就不划算。第二条就是2个字，等待。
耐心等待那个最完美的概率最高的交易机会出现，比如说一个非常清晰的突破之后的回踩确认，而不是看到行情稍微一动就急急忙忙的冲进去。所以划重点啦，1:1，这是你做交易的最低风险报酬比，任何低于这个比例的交易机会看都不要看，记住这是铁律。你看，这么一来，整个交易的思路就变了。我们不再是去当一个什么都能预测对的神算子，那不现实。我们变成了一个耐心的猎人，等待那个概率站在我们这边的机会出现。所以说，交易啊，它本质上是一场关于耐心和概率的游戏，根本不是什么预测未来的水晶球。好了，到这里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它的核心思想，然后呢，再看看接下来我们具体要学些什么。总结一下 Allbrooks 的这套方法，其实就是建立在4个柱子上的。第一是铁一般的纪律，绝对不能情绪化。第二，永远寻找统计学上的优势，也就是只做划算的买卖。第三，就是纯粹的去解读价格图表，相信图表会告诉你一切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要有超乎常人的耐心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既然理念我们都懂了，那具体到操作上，我们到底要去看 K 线图上的什么东西呢？到底要识别哪些具体的形态才能把这套方法用起来呢？别急，这个就是我们下一期的内容了。下一期咱们就正式进入这本书的第一部分，来拆解那些最基础的价格行为元素，比如什么样的 K 线是强劲的趋势 K 线，什么样的 K 线，比如十字星，告诉我们市场在犹豫，还有怎么去识别出一段行情的末期，也就是所谓的交易高潮。好了，如果今天讲的这些对你有点启发的话，那就拜托大家一定记得点个赞，再点个订阅。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继续做下去的最大动力。我是老丁，咱们下期再见。